用100期視頻講解全部1376款紅白機遊戲。大家好，我是雷文，歡迎收看紅白機遊戲終極鑑賞系列。今天是第57期。最近一段時間做的都是1989年發布的遊戲，一直看這個系列的朋友應該能發現89年的優質作品並不多。如果站在現在的角度來回顧，這個時間段正好是一個過渡期。作為第一方的任天堂大力投入到超任的開發，其他的日系大廠由於 PCE 和 MD 的加入，很多的精力也被分散到了新的主機上。另一方面，這一年歐美廠商開發的 NES 獨佔遊戲數量增加，但質量卻並沒有跟上。但如果繼續往後觀望，就會發現從89年年末到90年往後，真正進入到 FC 末期的時代，優質的作品開始大量湧現。我覺得可能的原因，一個是芯片技術的發展成熟和廣泛的使用，另外各大日系厂商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經過了其他的嘗試，發現紅白機仍然是最穩的賺錢機器。今天的主題是89年9到10月發布的遊戲。明治維新由 Use 開發和發行的一款遊戲，把它歸為文字冒險的類型，但也融入了其他的玩法。看名字就能知道，主題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本作裡以坂本龍馬作為主角。江戶時代末期，被稱為黑船的美國佩里艦隊抵達浦賀港，導致幕府長達215年的鎖國政策瓦解，日本進入了一個動盪的時代。年輕的坂本龍馬懷揣着遠大的夢想，從土佐前往江戶。遊戲內容分成了前後2大部分。前半部分是龍馬從少年時期去江戶學習劍術，一直到決定起兵。這一部分的內容主要是文字冒險的形式，在發生劇情時，左側顯示圖片，右側選擇各項指令，底部呈現信息。龍馬要前往不同的地點，尋找志同道合的同伴。在2個地點之間移動時，有一個專門的旅行模式。最開始的幾段旅行只會遇到一些人提供信息，之後的旅途過程會遭遇到多次的戰鬥。戰鬥模式是1v1。當敵人角色的圖形上出現一個紅色的圓球時，按下圓球出現位置對應的方向鍵，加上 A 鍵進行攻擊；出現綠色圓球時，按下方向鍵加 B 鍵防禦。要在小球爆炸前完成正確的操作才有效。畫面的下方顯示雙方的生命值、力量，底下還有一個一直轉動的輪盤，輪盤中間的數值隨着轉動變化，這個數字乘以力量值決定了傷害的輸出，因此如果轉到0就相當於失效了。開始階段，龍馬要在江戶的道場進行劍術認證，提升等級，增加力量值的同時，輪盤的旋轉速度會更快，也會出現較高的數值，最大值為4。找到了同伴之後，也能讓同伴戰鬥，但始終都是以1v1的形式，一場戰鬥最多連續3個對手。既然是幕末維新，新選組也是少不了的，可以和新選組的近藤勇對戰，不過看下方的實力和輪盤的速度就知道差距了。故事到了中後期，促成了薩長同盟，聚集一定數量的同志之後，可以隨时使用会議指令起兵。進入到遊戲的第2部分，這時轉變成一個策略遊戲的形式，在日本地圖上以國為單位顯示各個區域。一開始我方只有薩長同盟控制的區域，目標是要拿下江戶。從1853年開始，一個季度為1回合，這時只能用坂本龍馬、桂小五郎和西鄉隆盛3個人，每回合最多執行3次命令，會消耗每個人的智力、耐力和說服力，這些數值通過訓練消耗能量來恢復。內政系統非常的簡化，沒有石膏、商業度這些的設定，主要就是通過分配人員獲得黃金，以及買賣物品的貿易方式來賺錢，然後積蓄兵力和增加士兵的武裝度，通過戰爭和外交擴張勢力。攻打其他的國時，會轉變成常規的戰鬥地圖，根據武裝度的不同，有步兵、鐵炮隊和炮兵。最強的是炮兵，攻擊射程也最遠，戰鬥相對很簡化，一方最多就只有3支部隊，回合制的走方格，下方顯示雙方的參數，消滅敵方部隊拿下城池，最後佔領江戶就會通關。本作採用了明治維新的主題，不過不少的故事情節以及人物的設定相比真實的歷史進行了改動，主要還是早期遊戏常用的娛樂氛圍，內容元素還是很豐富的，但戰鬥相關的部分平衡性很差，設計的難度很大，特別是第1部分後期的劍術戰鬥。第2個策略部分玩法很單一，而且龍馬的外交基本上沒有作用。個人評價2星半。
小豬倉庫番》，這是 NMK 開發、傑利可發行的一款益智解謎類的作品。遊戲裡的主角小豬是 NMK 的吉祥物布塔。本作是基於推箱子的規則，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新的元素。能推動的方塊大部分都是麻將的圖案。每關的基本目標都是要將畫面頂部顯示的麻將推到洞裡。方向鍵控制小豬移動，按 B 鍵是將麻將推動一格，按 A 鍵是大力推動，能直接将麻将推到牆邊。多張牌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推动。前面大部分的關卡将目標麻将推到洞裡并不困難，但游戏還有一個評分的機制以及更多的變化。屏幕右上方顯示的數字是能夠推進洞裡的麻將的總數，可以將非目標麻将推到洞裡，這樣就能獲得額外的分數。每推入一個麻將，這個數字減1，如果過關時剛好數字降為0，額外得到5000分。但要注意，如果數字減少到0，目標麻將還沒有被清除就會掛掉。屏幕右側的中間顯示一張機會牌，初始的倍數是乘以1，把機會牌推到洞裡，這個倍數就會變大。結算時的分數乘以對應的倍數。屏幕右下方顯示的是獎勵牌，推到洞裡結算時有額外的獎勵加分。過關後根據結算分數獲得五角星，累計10個五角星獎勵1條生命。還有一些特殊圖案的牌，蘋果、檸檬和桃子這些水果的圖案，以及豬頭的圖案都有相應的獎勵分數，從1000分到10000分不等。有一個酒瓶的圖案，將它推到洞裡，畫面的右上方麻將牌的數量會加1。一個張着嘴巴的魚的圖案，推到洞裡時會直接損失1條生命。另外有些特定的關卡還有滿足了麻將裡的大3元，也有獎勵的加分。總共99個關卡，過關會出現美女加油打氣的畫面。99個關卡通關後還有隱藏的40個關卡。從遊戲性來說，這款休閒解謎的作品可玩性還是不錯的，不過加入的美女畫面似乎沒有更多的內容，僅僅是嘴上的鼓勵，比較遺憾。個人評價2星半。雷鳥號，這是一部根據同名特攝片改編的遊戲。雷鳥號是上世紀60年代英國的一部木偶劇，本期的開頭就放了木偶劇的片段，後來也衍生出包括電影、小說、玩具、漫畫和遊戲在內的多項周邊產品。原著的故事設定在近未來的2065年，主要描述了一個名為國際救助隊，簡稱 IR 的秘密組織。這個組織使用了超級機甲營救世界各地因為事故和災難處於危險之中的人們。關於改編的遊戲，第一部是1985年在電腦平台發布，本作算是第2款改編作品，由 Pack in Video 開發並發行日版，動視發布了美版。後來在超任和掌機平台還有相關作品發布。在本作當中是縱向飛行射擊的類型，國際救助隊有60天的時間來阻止大反派胡德的邪惡計劃。遊戲的流程並不是完全線性的，每次有3個可選的區域，3個區域是北美、印度洋和亞洲，分別對應了不同的主題。每個區域都包含了3到4個關卡，關卡之間會出現過場劇情。和原著電視劇裡一樣，遊戲中會出現不同型號的飛行器，根據關卡的不同，會有不同型號的飛行器登場。在遊戲裡實際的體現就是外形貼圖和發射的子彈形式不同，操作方式都是一樣。A 鍵發射炮彈，消滅粉紅色的敵人會掉落道具，有3種道具。字母 E 是火力升級，最多提升2段。字母 O 是獲得輔助的軌道飛行器，能夠協助進行攻擊，最多也是2個。按 B 鍵改變輔助飛行器的位置和發射的方式。最後一個字母 L 是恢復1格生命值，可以在畫面的左下方看到生命值。遊戲裡沒有剩余生命數的設計，如果飛機被擊毀，要花上3天的時間來進行維修。前面提到要在60天內阻止邪惡計劃，除了飛船維修要消耗天數，每完成一個關卡也要消耗1天。前3個區域的所有關卡通過之後，就會進入到最後一關的宇宙場景。這部作品的過場動畫做得相當精緻，還有不同的飛船和人物的圖形都精美地再現了原著。不過可能是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畫面上，遊戲本身的素質一般。不同的關卡玩起來也比較平淡，也有一些 BOSS， 但 BOSS 基本上都相當平庸，而且缺乏個性。個人評價2星半。冰封3波可波可大魔王，科乐美经典的 Q 版飞行射击游戏，冰封系列的第3部作品。
距離上一作的發布已經過去了相當長的時間。第一部是在1986年1月發布的日版卡帶，第二部是在1986年11月發布的磁碟机版，後來也發布了美版卡带。這兩部分別在第9期和第14期裡介紹過。本作只發行了日版卡帶，沒有其他的版本。故事背景設定在2代的時間之後，辛納蒙博士被救回来，並和自己的3個曾孫在一起平靜地生活着。直到一天，最小的曾孫外出未歸，原來是被波可大魔王抓走。這個最小的曾孫就是2代裡的綠色飛船 Green Bee。本作一開始增加了一個設置選項，在這裡可以設定遊戲的難度，可以選擇默認的飛船，有藍色的 Twin Bee 和紅色的 Wing Bee。紅色飛船發射彈藥的最大數量和能夠獲得的屏障保護更多，所以難度更低。另外還能設置剩餘的生命數和關卡的順序。基本的玩法和前2代一樣，但取消了2代的橫向版面關卡，回歸了只有縱向關卡。B 鍵發射對空子彈， A 鍵向地面扔炸彈。鈴鐺系統保留了下來，射擊雲朵出現鈴鐺，多次擊中改变鈴鐺的顏色。黃色鈴鐺是分數道具，藍色鈴鐺提升飛船的速度，最多7段升級。白色的鈴鐺變成雙管炮火射擊，紅色的鈴鐺主武器變成激光，紅藍閃爍的鈴鐺獲得2個克隆分身，藍白閃爍的鈴鐺獲得防護的屏障，這個屏障可以多次承受傷害，是本作當中最優先的升級項目。用炸彈消滅地面的敵人或者建築之後，也會有地面的道具，包括水果和前代的分數獎勵。糖果會變成3項射擊的方式，火柴會給予一個火焰鈴鐺，獲得後飛船短暫無敵。拿到辛納蒙博士的頭像過關後依然有獎勵階段。雙人遊戲時也可以合體攻擊，這裡是發射五角星形狀的子彈。此外還有一個靈魂系統，如果角色掛掉會變成一個靈魂，新出現的飛船獲得靈魂之後能夠讓火力恢復原貌。總共5個關卡：空氣島、熱帶森林瓦納納巴尼、中世紀城堡、帶有鐵軌的地下區域和最後一關的棋盤式方格。最終的 BOSS 波可是一個長得像消防栓的紅色木头的混合體。這座的冰封系統玩法上基本上沒有變，這個時期出現在紅白機上已經不像早期那麼驚豔突出了。再加上本作的難度偏低，屏障道具太強大，而且默認難度也過於簡單，缺乏挑戰性。個人評價3顆星。惡魔招待狀，這是電腦端移植過來的一部作品，原版由 Icom Simulations 開發，1986年發布在蘋果電腦端的一款點擊式文字冒險遊戲。看過之前內容的朋友應該會發現，本作又是一個熟悉的界面。這裡使用了 MacVenture 的冒險遊戲引擎，是紅白機上該引擎系列的第3部作品。之前的2作是在第43期的時空線索和第50期的暗影之門。這作有日版和美版，分別由 Camco 和 Seika 發布。惡魔招待狀是日版的名字，美版名叫做 Uninvited 不請自來。故事的開始，遊戏的主角和姐姐一起開車，在一棟令人毛骨悚然的洋房前發生了事故。當他恢復意識時，他的姐姐已經不見了。於是主角走進了豪宅裡尋找姐姐。系統上還是 MacVenture 引擎的特點，命令點擊的形式，畫面左側是場景的圖片，右側物品列表，底部是指令的菜单。要執行操作，先用方向键控制手型的指針，選擇一個動詞指令，然後在場景圖片裡點擊相應的位置，或者點選右側物品列表裡的物品名稱。移動到不同的场景，可以點擊左下方的方格，作用相当於一個小地圖。用右下方的 Self 的圖標對自己使用物品，依然可以用來自殺。這一作在故事上更偏向於驚悚和恐怖的氛圍。在探索豪宅的過程中，很快就發現了不死怪物。之後逐漸發覺，這座豪宅曾經屬於一位擁有多名學徒的巫師。最有才華的學徒德拉坎用他的魔法殺死了其他的學徒，導致宅邸鬧鬼。沿途要躲避或者擊敗不死怪物，最終發現德拉坎的屍體被凍在地下洞穴裡。在巫師鬼魂的懇求下，主角在德拉坎重新甦醒之前，將他扔進了井裡，將他擊敗，然後在一個隱藏的房間找到姐姐，並打敗了附在姐姐身上的靈魂。作為美式的文字冒險，依然是以收集物品并在合適的時機使用物品為主。本作還繼承了該系列的傳統，錯誤的命令選項導致主角不同的死法，後來也經常被玩家做成集錦，像是一開始坐在車裡起火被燒死，觸碰一個女鬼的背影而被殺死，
對自己使用斧頭，不小心滑落把自己切到，或者被僵尸圍攻等等。從遊戲的体量和故事來說，本作都不如前2部作品，可以探索的範圍也並不大，着力營造恐怖的氛圍，反而讓故事有些單一。個人評價3顆星。唐老鴨夢冒險，這是卡普空開發和發行的一款平台動作類的作品。遊戲的主角是迪士尼的經典角色唐老鴨，更確切地說，本作是基於迪士尼的動畫片《唐老鴨俱樂部》，1987年到1990年播出，共有100集。本作最先發行的是美版，之後發行了日版和歐版。主角是守財奴史高治·麥克老鴨，他帶着自己的3個侄子環遊世界和外太空，尋找5件寶藏，以進一步增加他的財富。進入遊戲前可以選擇難度，有簡單、普通和困難3個模式。接着在5個關卡裡任意選擇遊玩的順序。唐老鴨使用一根手杖作為武器，手杖可以用来擊打某些物体，會出現隱藏的分數，或者擊打一些石塊等較小的物体，将它投掷出去，用來攻擊敌人。跳躍時可以像彈簧高蹺一樣用手杖彈跳，能從上方攻擊敌人，也使得唐老鴨能夠到達更高的区域，或者穿過有傷害物的危險區域。關卡裡能找到各種鑽石，本作的一大特色就是有很多隱藏的鑽石可以獲取。有些場景会出现小的分支路線，但並不複雜，會獲得更多的鑽石獎勵。也有些場景需要利用該場景的特點，結合擊飛的石塊或者彈簧跳躍等操作技巧，獲得隱藏獎勵。唐老鴨的生命值顯示在畫面的左上方，初始生命值是3點。冰激凌道具可以恢復損失的生命，某些隱藏地點還能獲得增加生命值上限的道具。5個關卡分別是亞馬遜、特蘭西瓦尼亞、非洲礦山、喜馬拉雅山和月球。在關卡內，除了敵人，還會遇到其他的角色，包括他的3個侄子，和他們對話能夠得到一些提示。關卡末尾都有一個 BOSS。完成全部的5個關卡之後，返回特蘭西瓦尼亞，與德古拉鴨進行最終的 BOSS 戰，然後與哥洛姆瓦爾德和德斯佩爾爭奪最後的寶藏。遊戲通關根據獲得的寶藏的金額進入3種不同的結局，累計1000萬美金就是好結局，金額不夠則是普通結局。壞結局是最難達成的，必須要以0元通關才能出現。由於每過一關至少都會獲得100萬，所以要達成0元通關，得剛好獲得600萬，然後再使用2次生命恢復的秘技耗掉這600萬才能達成。這款平台動作遊戲有不少設計巧妙的場景，玩起來趣味十足，隱藏地點的探索很有意思，音畫水準也很不錯。遊戲的難度現在看来略微有些偏低，整體的流程也不長。後來在此基礎上開發的2代有更豐富的內容，個人評價3星半。電視問答遊戲《危險邊緣》初級版。《危險邊緣》是美國一檔著名的電視問答節目，從1964年開始播出，多年來一直經久不衰，持續至今。同時也衍生出電子遊戲在內的其他周邊產品。紅白機上有多部相關的作品，第1部是在第40期已經介紹過了，這是第2部，仍然由 Rare 開發 GameTek 發行。這個初級版或者翻譯為青少年版和第1部的標準版區別不大，玩法系統都是一樣， BGM 也是共用的，唯一的區別是面向青少年和兒童的參賽者，題目類型和難度與標準版不同。3名選手一起參加問答，一開始選擇1到3名玩家人數，不足3人由電腦補足，再選擇難度級別，給自己取名字，選一個人物頭像，進入答題的環節。每一輪開始時會展示6個類別，每個類別包含了5個問題，玩家需要選擇類別和相應的金額，金額越高，對應的問題難度就會越大。接着屏幕上會出現題目的內容，下方有一個倒計時，這個時候可以按鍵搶答。如果是玩家回答，在畫面中選擇字母拼寫出答案，如果答对獲得對應的金錢，答錯的話扣除相應的錢。積累的金額會顯示在人物的下方，回答正確的選手接着選擇下一個問題的類型和金額，上一題如果答錯會隨機出現下一題。如果顯示的問題在倒計時內沒有人搶答，下方會自動出現答案。在完成2輪問答遊戲後，來到最終的問答環節，在這個環節可以選擇任意的金額壓在最後一題上，
結束時累計資金最多的選手獲勝。由於節目在國內並不流行，和上一部一樣，個人評價2顆星。隱形戰機，這是由動視發行的一款第一人稱飛行射擊作品。首先發行了美版，90年由任天堂代理發行了歐版。遊戲裡玩家駕駛的飛機型號是洛克希德 F117夜鷹隱形戰鬥機，玩法上是飛行射擊遊戲裡常見的任務關卡模式。每關開始前，畫面上先顯示任務的地點和目標，目標都是要擊毀一定數量的敵人。任務從起飛的階段開始，按 A 鍵點火切換到測試圖，從一個跑道上起飛，按住 A 鍵，然後按方向鍵下拉伸操縱桿。開始戰鬥後，以飛行員的視角顯示 A 鍵發射机槍子彈， B 鍵發射有限數量的導彈。每個關卡有一次隱身的機會，按下開始鍵，一段時間能不被敵方發現，不過用處並不大。需要關注下方的儀表盤，中间雷達顯示的小點就代表了敵方飛機。儀表盤左側的一列數字，從上到下分別是關卡數、剩餘的生命數、剩余需要消滅的敵人數量、剩余的導彈數量和獲得的分數。儀表盤右側也有一列參數 ，ALT 是當前飛行的海拔高度，有一個最大值，飛得過低可能會撞到地面。下面一行是剩餘燃料，從3000點開始逐漸消耗。再往下一行是飛行的角度，沒有什麼用。下一個 AOA 是攻擊的角度，需要依靠這個參數鎖定敵機，導彈才能夠命中，角度不對就無法瞄準，要將這個數值控制在一個較小的正負值之內。最後一個 DMG 是飛機損傷的程度，從0%開始，到達100%就會掛掉。完成任務後還有個降落的環節，按 B 鍵開始下降，然後用方向鍵控制飛機的角度平穩着陸。不同的關卡任務就是每過一關要擊毀的敵人數量加2。這款遊戲的制作很粗糙，戰鬥的過程畫面也不連貫，雖然有起飛和降落的控制，但關卡的玩法和內容太單一，很快就會失去興趣。個人評價2顆星。三傻行大運，也翻譯為3個臭皮匠、3個喜劇演員、活寶3人組等等，是早年美國著名的雜耍喜劇組合。哥倫比亞公司出品過多部喜劇短片，在全世界都有相當的知名度。遊戲也是基於喜劇短片制作，最早於1987年發布在電腦端，後來在幾個平台之間移植。GBA 上還有一個掌機的版本。NES 的這作由動視發行。本作是一個桌面形式的小遊戲合集。在遊戲裡，三傻的目標是要在30天的時間內賺到5000刀，用這筆錢來救助和維持一家孤兒院。進入遊戲後，在一個桌面的棋盤上，每個格子代表一個小遊戲或者是事件，一個手指在格子之間隨機移動，倒計時期間按下 A 鍵或者倒數結束選定格子。每次選中格子之後，時間也会過去1天。如果遊玩一個迷你遊戲，根據表現賺到不同的金錢。吃餅乾，方向鍵控制勺子，在盤子裡的餅乾被吞沒之前，搶先用勺子得到它。拳擊實際上是一個躲避遊戲，在人行道控制角色，同時躲避電線桿、梯子、睡覺的人、消防栓和箱子。方向鍵上和下躲避，左和右加減速度 ，A 鍵跳躍。目標是要讓拉里去買一台收音機，並在拳擊比賽結束前返回。救助醫生，100秒的時間內盡可能的收集紅十字，同時躲避病人並到達手術室。上下方向鍵加減速度，左右方向鍵移動躲避。知識問答，這是一個選擇式的問答，方向鍵結合 A、B 鍵選擇答案。幫助服務員，這是一個互相扔派的遊戲，不同的方向鍵控制3個角色蹲下躲避，同時使用方向鍵結合 A、B 鍵向對手扔派。除了幾個迷你遊戲，還有一些類似事件的方格，像是金錢符號會撿到一袋錢，問號有隨機的內容，安全圖案或者銀行家的圖案也是得錢或者虧錢的事件。手指的圖案什麼都沒有，浪費1天。老鼠夾的圖案損失1條生命。還有一個戳眼睛的圖案是表演3人喜劇，雖然不能賺錢，但可以讓手指隨機移動的速度變慢，更容易選到想要的方格。到了遊戲後期會很有用。要賺到$5000並不難，達成條件後可以看到通關結局。這部作品的迷你遊戲都是搞笑的風格，各種動作也非常的滑稽。
初上手玩還是很有意思的，但內容並不多，很快就會面臨各種重複。遊戲評價2星半。雙鷹，這是一款街机的移植游戏，街机原版1988年由 SETA 發布，泰東發行。這個紅白機的移植版由維斯科進行移植 ，Romstar 先發行了一個美版，2年後維斯科發布了日版。本作是標準的縱向飛行射擊，紅白機版可以雙人同時遊戲，玩家控制一架直升飛機 ，B 鍵發射子彈 ，A 鍵是釋放炸彈。扔炸彈的瞬間，敵人全滅，敌方的子彈也會消失。一開始默認的炸彈數為0，消滅特定的敵人後獲得。如果掛掉，獲得的炸彈數會重置為0。當出現火力升級的道具後，用子彈射擊可以變換道具的類型。金色的字母 S 提升飛機的移動速度，有2段升級。子彈的類型有4種，黑色的字母 S 就是初始的子彈，多段升級後增加并排发射的数量。黄色的是火箭彈，升级後最多一次发射3顆。紅色箭頭的子彈升級後可以向後方射擊。綠色的 W 是最常用的，多段升級後能向3個方向发射。另外，黑色的字母 P 是升級當前武器的威力。總共有5個關卡，每一關的形式都是先經歷一段普通的戰鬥，擊破一些建築，還可以救出人質，獲得分數，之後進入一小段高速飛行，並沒有 BOSS 戰。過關後有一個運輸機上來補給，還會呈現地圖和結算畫面，顯示關卡裡消滅的敵人類型和數量。最後一關的末尾會停在所謂的最終 BOSS 的場景，但也只是一群雜兵。這款飛行射擊遊戲過於普通，沒有 BOSS 戰，難度也不大，玩起來比較乏味。同頻子彈數多了之後，經常會出現拖慢。如果是雙人遊戲，2架飛機將火力升滿，同時發射子彈就會一直拖慢。遊戲的音樂也比較單調，個人評價2顆星。幸運輪盤初級版，和之前的危險邊緣一樣，這也是一款基於電視節目改編的遊戲，而且在第40期也介紹過該遊戲的標準版，同樣是 Real 開發 ，GameTech 發行。初級版或者叫青少年版，同樣是面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參賽者。謎題相比標準版要簡單一些，另外最終大獎變成了更適合兒童的獎品，其他的內容基本一樣。開始也是選擇玩家人數、難度級別、起名字，3個參賽者輪流轉動一個遊樂場的轉盤，看指針會停在哪裡。除了不同的金額，有3個特別的符號 ：M 失去一次機會，加號獲得免費轉動的機會 ；B 是破產，失去一次轉動的機會，同時損失當前的資金。旋轉到某個金額之後，選手選擇一個字母，看看它是否包含在單詞的謎題當中。如果字母被包含在內，那麼這個字母將會被翻開顯示，同時選手能獲得轉盤上對應的金額。如果選擇了這個字母在謎題裡有多個，選手得到的金額數就乘以該字母的個數。如果選擇的字母不在謎題內，則不能獲得對應的金額。猜中字母的選手可以繼續轉動輪盤。如果沒有猜中，則輪到下一個選手。玩家還可以購買一個字母，或者當翻開的提示足夠時，可以嘗試解開單詞謎題。成功的猜出正確的單詞或者短語，選手將獲得輪盤中該回合所有積累的獎金。第3輪是加速輪，開始時從輪盤當中轉動獲得一個固定的金額，然後就不再旋轉輪盤。以固定的金額，選手輪流猜字母，和上面一樣，猜中獲得金額並且繼續。每次猜完字母還得嘗試解開謎題。最後一個環節，在前面累計總金額最高的選手將進入最終的大獎。初級版的獎品從汽車遊艇變成了更適合青少年的小輪車、遊戲機、迪士尼世界之旅等等。接着進行最終的猜詞解謎，直接選擇5個字母包含在內的翻開，解開謎題的話就能獲得大獎。關於本作的評價和標準版一樣，2星半。甲子園，這是 K Amusement 發布的一款棒球遊戲。甲子園後來也成為一個棒球系列，總共出了10幾部作品，一直持續到 PS2 時代。本作算是系列的第1部，也是紅白機上唯一的一部。除了日版 ，SNK 還以該引擎發行了一款美版遊戲，但通常被算作另一款單獨的作品。這個版本以後再講。本作沒有使用日本的職業棒球聯賽，
而是聚焦於日本高中的棒球聯賽。參賽學校和球員的數據基於上一年的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有2種遊戲模式，甲子園大會就相當於錦標賽。選擇球隊的界面是在日本的地圖上，按照區域選擇一個該地區的高中代表隊，能夠控制多個隊伍。其他的隊伍比賽電腦自動進行，可以選擇觀看或者只看結果。這個模式是自動存檔的。錦標賽採用的單場淘汰，在對陣表裡能查看當下的晉級情況。遊戲開始界面有一個戰力分析的選項，用於查看每支隊伍的實力分析。第二個練習試合就是單場比賽模式，可以雙人對戰。在比賽的環節，採用了猜拳的形式決定誰先攻。雖然是高中的賽事，但隊員也有參數值。普通的球員有打擊、力量、跑動和守備4項專有屬性。投手有耐力、速度、曲線、快球和慢球，每個屬性都有8個級別。根性和勁頭是所有球員都有的屬性，它們會影響比賽的發揮。球員的體型分為嬌小、正常和偏大3個類型，還會有一些不同的個性化的動作。投手也有自己的个性動作。高中棒球的特點是有更多的短打，遊戲裡也能體現，按 B 鍵實現短打的動作。別的設定和其他同時期的棒球遊戲就差不多了，能夠看得出人物的移動、投球和擊球的動作都相當的流暢，也有不少動作的細節，球速的差異感受也很明顯。整體上的節奏緊湊，是一款很不錯的棒球遊戲。個人評價3星半。世界杯網球賽由 Home Data 開發的一款網球遊戲，有日美歐3個版本。日版和美版由阿斯米克發行，歐版由任天堂代理發行。美版的名字翻譯過來是頂級網球手，歐版的名字叫4人網球。卡帶封面上的男女2個人是當時世界排名第1的克里斯·艾弗特和伊萬·倫德爾，遊戲裡也是可選角色，但本作並沒有獲得授權。FC 版和 NES 版在遊戲的模式上有些區別。日版裡有單打模式、雙打模式，雙打可以2人合作，或者1人和電腦合作。最後一個是2人對戰的模式，有4個可選角色，除了2位世界第1，還有普通的男孩和女孩。如果是選擇普通的選手，比賽前可以給人物分配屬性點數，初始點數20點，獲勝後可以獲得積分，並提升世界排名，人物的屬性也能升級。在單打模式裡，要先參加日本公開賽，單場淘汰的錦標賽形式，獲勝後才能參加大滿貫的賽事。如果玩雙打比賽，可以直接在4個大滿貫公開賽裡進行選擇。NES 的版本單人模式的資格賽改成了阿斯米克杯，還增加了3人和4人同時遊戲的模式。這個模式要外接一個多人手柄的配件才能夠正常遊玩。來到比賽當中，操作的設計分得很細。A 鍵普通擊球， B 鍵是吊球，這個和其他的網球遊戲一樣。通過按住按鍵的時間長短，能控制擊球的力度大小。結合左右方向鍵是左右側旋，結合方向鍵上是上旋，方向鍵下是削球。同時按住 A、B 鍵還能起跳。前面提到人物可以升級，除了常規的屬性，最後一項人物屬性是奇蹟。升級後可以使用5種超現實的奇蹟技能，使用的方式都是同時按下 A、B 鍵，然後結合方向鍵。雖然這個遊戲有很細的操作方式和超級技能的噱頭，但基本操控手感和擊球的模擬都做得很差，人物跑動時慣性很大，不好控制，球的實際判定位置和顯示的畫面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很可惜它並不是一款好的網球遊戲。個人評價2顆星。金星戰記，這是一部漫改作品，來自安彥良和創作的同名漫畫，於1987年至1990年在學研社的漫畫雜誌上連載，後來被改編成了動畫電影。故事講述了在科幻的近未來，金星因為和巨大冰狀行星衝撞，開始形成了地球型的大氣層，人類隨即啟動了殖民計劃，但由於土地貧瘠而引發戰爭，金星被分割成了伊修塔爾與阿弗羅狄亞2大自治州。主角希羅是一個喜歡玩摩托車的青年，也被捲入到了戰爭當中，成為了戰鬥摩托車部隊獵犬的成員。遊戲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基於動畫電影，包括主角在內的8名獵犬戰鬥摩托幫成員要與入侵的伊什塔爾帝國軍隊作戰。
整體上是一個策略類型的框架，按照任務的形式劃分關卡。任務開始前顯示一張戰略地圖介紹背景，之後可以查看8名成員的狀態。每個關卡的成員都不會變。這裡有 RPG 的元素，人物有自己的屬性值和等級，在戰鬥中累積經驗能提升等級和屬性，最高到8級。進入戰鬥地圖後，和常規的戰棋遊戲一樣，俯視角走格子的回合制形式，控制8輛摩托車，另外還有2輛運輸車。屏幕右下方的移動力決定了移動的距離，移動時還會消耗能量。人物頭像下方的 VP 長條表示了該角色的生命值，能量和生命值可以依賴運輸車進行恢復。接近敵方單位後進入戰鬥，這時變成一個縱向的射擊遊戲，60秒的倒計時內發射子彈消滅敵人。A 鍵是發射機槍子彈， B 鍵發射有限的導彈。屏幕的下方有一個雷達，雷達上普通的敵人顯示為黃色的點，特殊敵人顯示為紫色的點。擊破10個特殊敵人就算將敵人消滅。在前期只有這一種戰鬥模式，從第4關開始會遇到大型的坦克單位，這時出現另一種類似 BOSS 戰的模式，以一個俯視角的場景呈現摩托車和敵方的大型坦克，對方也有一個很長的血槽。遊戲總共有15個關卡，關卡之間會呈現一些劇情。整個的玩法框架雖然不錯，但制作的水準太差了。戰鬥的部分不管是普通的戰鬥還是 BOSS 戰都很粗糙，普通戰鬥的內容非常的單一，操控也不好。在地圖上的戰略部分，敵方的 AI 也很弱，就是一個無腦衝，基本上沒有變化。遊戲評價2顆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